家好，欢迎来到小郑的闲聊屋。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日本关东到关西自驾以及新干线搭乘的一些攻略。那么今年3、4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樱花季，我和我的2个朋友和我的男朋友，我们4个人一起去了趟日本，主要是在东京、京都和大阪这几个城市玩了一圈，大概一共待了10天9夜。那么这个视频里面我们会详细的分享一下有关外国人在日本租车的一些心得，同时我们也会讲到如何从成田机场坐火车到东京市区。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攻略时间。那么我们第一条攻略就是一定要记得带现金。我们从机场买火车票开始，就发现很多售票机都需要现金。虽然也可以到柜台去刷卡，但是在旺季的时候，柜台排队的人特别的多。打车的时候90%以上都可以刷卡，在日本也可以打到 Uber， 付费的话也会很方便。但是偶尔如果想要招手去打日本本地的出租车的话，也会遇到只收现金或者刷卡机坏了的情况。那在那个时候，如果身上没点现金的话，就会有些尴尬。另外我们也发现在日本很多街边的小吃店也是收现金的，就比如说筑地市场附近的那些小吃基本都是要收现金的。我们的建议是现金不用带的太多，一般身上大概有1、2万日元就可以，因为用现金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基本上餐厅啊、各种便利店啊什么的也都是可以刷卡的。那我们第2条攻略就是提前要在手机上绑定好西瓜卡，也就是 Suica Card。有了西瓜卡的话，其实在日本坐地铁和公交以及在自动贩卖机啊或者便利店上买东西都会非常方便，你可以直接使用西瓜卡像银行卡一样 tap 一下就好。在 Apple Wallet 里面添加公交卡的时候就可以添加 Suica Card。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建议大概充5000日元就够了，如果用完的话你可以再去续充。但是要注意的是，非日本的 Visa 卡是无法在 Apple Pay 里面给 Suica Card 充值的，但是我们有试过用 Amex 和 Mastercard 充值都没有问题。第3条攻略是关于成田机场到东京市区的。东京有2个机场，分别是成田和羽田。那么羽田机场离东京市区非常的近，如果坐地铁的话，很快很便宜就可以到达东京的中心区域。打车也不会太贵，大概8、9千日元的话就可以打到银座。成田机场距离东京市区非常的远，打车到银座也大概要超过2、3万日元，所以不是非常的推荐。大部分人从成田到东京市区都会选择去坐火车，其实最便宜的选择是坐地铁，大概1200日元以内单程就可以坐到银座附近。如果是提前在手机上绑定好了西瓜卡的话，那么直接在闸口 tap 一下就可以，出站的时候再 tap 一下就好。跟国内大部分的地铁系统都非常的像。地铁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能到银座附近。另外还有一些快车的选择，比如说 Skyliner 和 Narita Express。如果是坐 Skyliner 和 Narita Express 的话，我们比较推荐首次来日本的朋友去人工柜台买票，因为买票的这个过程还比较复杂。因为你首先需要买一个车票，但是你车票之后还要再买一个座位票，否则你还是无法乘车，而且买错了票的话是没有办法退的，一张票就几千日元，所以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柜台。如果是去上野、浅草、日暮里、银座、港区等等这些区的话， Skyliner 的路线最合适。首先是票价只有 Narita Express 的一半，大概2000多日元单程就可以买到终点站。Skyliner 的终点站是上野，在这里转地铁去上面那些地方都很方便，而且比 Narita Express 要快。如果你身上带了现金，也提前绑定了西瓜卡的话，可以直接 tap 进 Skyliner 的站台，然后站台里面有一个机器可以买座位票，但是那个机器只收现金，所以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在落地东京之前就身上已经换好了一些日元的外汇了，否则的话这个买座位票还是比较推荐去人工柜台办理。如果是去新宿或者横滨那边的话，那么 Narita Express 就会更合适了，因为它可以直接做到，而且价格是大概3000多日元单程，但是外国人好像可以凭借他们的护照以4000日元买往返票。那么第4个攻略就是关于打车。在日本打车确实是比较贵的，但是如果你是从欧美国家去日本旅游的话，其实这个价格可能和你本地的价格也差不了太多。
在东京打车是最贵的，我们当时住在六本木这个区，打车去银座大概需要2000多日元，去表参道那边也差不多是2000多日元。如果天太冷或者太热不想去挤地铁的话，其实打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如果4-5个人一起旅游的话，那其实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比电车也贵不了太多。东京、大阪和京都都是可以选择 Uber 的，那么对外国人来说会比较方便，因为 Uber 上可以直接向司机付款，不需要去担心身上有没有现金的问题，也不会担心语言有一些障碍，无法跟司机解释就是你要去的目的地是在哪里。但是那边 Uber 不多，要等很久才有人接单，所以也是有一些取舍的。如果赶时间的话，还是招手去找一个当地司机会比较方便。我们当时在京都就出现了一个有点尴尬的状况，就是那天我们有点赶时间，因为要去拍一个和服照，然后我们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结果那个老大爷就人非常的好，但是他确实不说任何的英文，然后用的方式就是用导航，他也不会怎么看，就我们在手机上已经帮他找好了，这是我们要下面去的地址，但是他就非常执着的要让我们把我们的酒店电话告诉他，他打电话去给酒店确认你们的地址是不是在这条路上，而且那辆车就是刚刚好它自动刷卡机坏了，所以我们身上当时正好也没有什么现金，然后那个时候就比较焦头烂额，跑来跑去的想要去便利店取外汇，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还是综合我们的经验，要提醒一下大家，尽量身上还是带有1万到2万日元的现金会比较好。第5条攻略是有关自驾的。我们这次是有从东京去富士山玩，那么这条路我们是觉得自驾是最方便的，因为公交车比较复杂，因为富士山有非常非常多的景点，那么到了富士山之后，你可能又要转公交去到不同的景点或者酒店。这次自驾之前，我们最担心的是停车的问题，但后来发现其实东京、富士山、大阪和京都都非常好停车，价格也不是特别的离谱。我们拿的都是加拿大的驾照，在日本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在加拿大本地的 CAA 办理一个 International Driver's License。我当时办理这个驾照非常的容易，整个流程只用了差不多15到20分钟，当时也不需要提前去照相，因为我去的那个点他自己就可以帮我照相，所以整个流程又简单，而且只需要40几加币，就非常的快。租车我们是在 Toyota 租车公司的官方网站直接订的，订车不需要定金，我们是异地还车，所以会贵一些，车辆的选择也会少一些。我们是在樱花季最贵的时候租的，一共租了4天的车，算上全险和过路费，一共花了9万日元左右。车是一个卡罗拉的 wagon， 叫 Fielder，4个人加各自的行李，我们都不会觉得特别挤。但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很多东西，所以开回来的最后2天是稍微有一些装不下。停车很方便，在富士山即使是开到很挤的浅间神社山下，也能很轻松的找到停车的地方。一些有人守的地方直接付钱给管理员就行。城市里面大部分是自动停车位，很多的停车位车停上去之后会有一个地锁会升上来，这样的话如果你不把车费交完的话，你的车是无法从地锁上的那个车位上倒出去的。大部分的停车位都需要现金。出了东京之后，停车都不会很贵，一般几百日元停一次就可以够在那个景点玩了。我们在大阪酒店停1天是1000日元。租车的时候，我们建议租 ETC 卡，因为开长途的话需要路过非常多的收费站，这样有 ETC 的话，你就可以走那个自动 ETC 道，就会快很多。日本开车是右舵，当时我们有点担心，因为我和另外一个司机都是第一次开右舵的车，但其实很好上手，大概10分钟左右你就会熟悉了，没有那么复杂。另外就是日本的很多巷子很窄，所以我们比较推荐大家从小车开始租起，这样的话走街串巷不会特别困难。那么最后一条攻略就是关于新干线。这次我们去日本没有坐到太多次新干线，因为我们选择的是自驾。我们唯一一次坐新干线是从京都一直坐到东京的机场，最后一天，所以我们这次没有买 JR Pass。那么新干线的做法其实跟国内的高铁很类似，在车站售票机上就可以直接买票。新干线的车次也非常密集，大概几分钟就会有一班。
那么新干线的票的话有2种，一个是自由席或者指定席，一列车基本上会有几节的自由席车厢，旺季的时候几乎会没有座位。如果是要指定席的话，旺季的话也非常建议大家提前1-2天去购买这个票，不然的话可能你想坐的车次会没有车票。然后就是售票机很好操作，因为有中英文2种选项，而且售票机也可以刷卡，非常方便。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关于日本从关东到关西的自驾以及新干线乘坐的一些攻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会出一期我们在日本吃喝玩乐的一个视频，也希望大家 stay in tune。那么我们下次见了，拜拜。